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上集讲到，洛神剑萧炎踩点救援小医仙，团灭冰河谷众人，最终去往了一个神秘山洞。山洞内，萧炎轻轻将小医仙放下，叶心兰则忙取出一些柔软皮毛铺在地上，让脸色苍白的小医仙好好休息。微笑着冲着心兰点了点头。小医仙坐下后，看向了一旁的萧炎，询问其身体的魔毒斑可解决了。闻言，萧炎无奈一笑，表示现在还不是管那些魔毒斑的时候，还是先管管你自己的身体吧。眨了眨眼，小医仙柔声表示自己还好，休养一段时间就会没事。萧炎却是丝毫不信他的话，蹲下身，一把抓住小医仙的手，就开始小心探查。随着萧炎灵魂力量越发深入，他的脸色也越来越凝重。小医仙的身体情况极糟，更可恶的是，萧炎竟然没能察觉到那股冰尊劲究竟藏匿在何处。如果不尽早驱除冰尊劲，小医仙的伤势永远不会痊愈。再度将灵魂力量侵入小医仙体内，萧炎又仔细感受了一下那冰尊劲的特性，许久之后，才终于是想到了破解之法。取出木盆，萧炎往里加了许多的粉末以及药液，直到里面的清水变得赤红，甚至还有着水泡翻腾时，萧炎才背过身，开口让心兰把小医仙的衣物去了，并将其扶进盆中。听到这话，心兰与小医仙都是一愣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脸上都是一红，之后才开始行动起来。听到入水声音后，萧炎转过身来，就见小医仙正蜷缩在木盆之中，只将那小脑袋露出水面，脸上羞红一片。见状，萧炎稳了稳心神，柔声叮嘱完小医仙注意事项之后，才开始动作。只见萧炎十指连弹，10缕玉绿火蛇就钻进了木盆之内，吸收里面的能量，然后运转至身体每一处。可能会有些痛，但忍忍就好。随着萧炎的话音落下，小医仙隐忍的闷哼之声也随之响起，那种滚烫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身处在火海，但他还是坚持结出修炼印结。随着一缕缕赤红能量不断的涌入体内，小医仙的脸色逐渐变得红润。见有效果，萧炎重重的松了一口气。想到驱除冰尊劲还需要一段时间，萧炎请叶心兰帮了一下忙，那就是出洛神剑收集一些药材。这些药材都是为了天火尊者炼制躯体准备的，毕竟这次与冰河谷结下了死仇，萧炎必须有所准备。为保心兰安全，萧炎让地妖魁跟着去了。4天后，糅合了将近100种药材的药力已经被小医仙尽数吸入体内，木盆中的药水也减少了许多。只见一滴滴带着寒气的汗珠从其脸颊滑落，最终引入双峰。此时已经到了要紧关头，赤红色的药力不断地冲击着小医仙的躯体，直到某一刻，小医仙的娇躯突然一颤，一道寒气所凝聚的细小冰块自其嘴中喷射而出，冰尊劲终于是被彻底排出体外。萧炎见状很是开心，一下子同小医仙说了许多话，直到小医仙红着脸低声问萧炎能不能先转过身去，萧炎才猛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一下子闪现到了一块巨石旁边。许久之后，萧炎才听到柔柔的一声好了。转过头，萧炎看着眼前如同当年在青山镇一样暖人心脾的女孩，不由得有些吃了。看什么呢？小医仙眉眸微弯，眼波流转的轻笑道。看美人儿。萧炎轻笑了一声道，随后走上前牵起了小医仙的手，微微闭眸，再度开始探查小医仙体内伤势。此时的小医仙才凝视着萧炎，用仅有自己方才能听到的声音低低自语道，谢谢你。旋即露出一抹绝美的温柔笑容，可惜萧炎却是错过了这一美景。再次睁开双眼时，萧炎给了小医仙一枚丹药，随后问起了小医仙他的恶难毒体怎么样了。还好，不过距离爆发时间应该只有2到3个月了，我能感觉到。小医仙微微一笑，说得云淡风轻。这叫还好？萧炎的眉头瞬间就皱了起来，察觉到萧炎不高兴的小医仙想开口说些什么，萧炎却是抢先道，放心吧，我会尽快将天毒仙龙兽的魔核弄到手，到时候便是能够彻底将恶难毒体控制。虽说萧炎已经有了一枚6阶的天毒仙龙兽魔核，但除非逼不得已，他并不想用这东西去冒险，毕竟这事儿事关小医仙的生死。闻言，小医仙迟疑了一会儿后道，天毒仙龙兽的话，在这洛神剑内便是能够找到。就在小医仙被追杀进入洛神剑之后不久，有一已经化为人形的天毒仙龙兽找上了小医仙，他跟个疯子一样的不断的嚎叫着要把小医仙抓回去做他的女人。当时小医仙身受重伤，也不想跟那疯子纠缠，就想办法逃遁了去。小医仙神色古怪的将这事告诉萧炎后，萧炎顿时失笑着表示小医仙魅力不小，
居然连魔兽都想把他抓回去当压寨夫人。小医仙闻言羞恼极了，知晓小医仙脸皮薄，萧炎也没再逗他，收起笑容说起了正事儿。那个大家伙实力如何？萧炎有些兴奋地问道。小医仙需要魔核，天火尊者炼制躯体需要7阶魔兽的精血，这是个很好的机会。按照我的推测，怕是已经到了8星斗宗的地步。沉吟了片刻后，小医仙沉声道：“8星斗宗还好，不是块啃不动的骨头。”萧炎琢磨了一下己方战力，决定等小医仙伤势痊愈后，再对那天毒蝎龙兽动手。这期间还可以炼化一部分魔毒斑。说做就做，二人很快就都进入了修炼状态。山洞内，篝火旁，小医仙拖着香腮，正偷瞄着吃着上身修炼的萧炎。视线每每扫过萧炎胸口的那处魔毒斑时，他的眼中都会闪现出些许的追忆之色。直到某一刻，山洞内的能量突然暴动起来。小医仙见此情况丝毫不急，因为他知道萧炎要晋级了。当年的蝎壁炎实力达到了3、4星斗宗左右，他以毕生斗气形成的毒斑，虽说令萧炎受了一些苦，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份极为不错的补品。想到这里，小医仙轻笑一声。事实也正如小医仙所料，萧炎本就处于1星斗宗巅峰的层次，如今晋级不过是水到渠成。默默站起身来，走向洞口。小医仙懒散地斜靠着石壁，其磅礴的气息却是毫无保留地扩散了出去，震慑住了那些个牛鬼蛇神。半小时后，萧炎如愿晋升2星斗宗。小医仙一进来就看到萧炎正操控着空间之力，于是轻笑道：“好了。”低头看向胸口的黑斑，萧炎笑道：“这魔毒斑可真是个好东西，若是让我吸收外界能量的话，恐怕至少要将近1个月时间才能够达到2星。”闻言，小医仙翻了好大一个白眼，吐槽萧炎：“忘了以前被这东西折磨得有多痛苦了吗？”萧炎把衣服穿上，尴尬一笑，转移话题问起了小医仙：“新兰还没回来？”此时距离叶新兰离开已经过去了4天，小医仙有些担心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，可萧炎并没有感应到地妖魁有什么不对，觉得可能是有其他的事耽搁了。两人商量了一下后，决定再等1天看看。然而新兰依旧是未曾回来。就在萧炎也以为有些不对劲，准备有所动作的时候，叶新兰终于是带着地妖魁回来了。只是与他一同回来的还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，冰河谷发布了对萧炎和小医仙的通缉令，并且已经带着众多强者往洛神剑赶来。而这次来的人中，据说还有斗宗巅峰的强者。闻言，萧炎与小医仙脸色皆是一变，没时间疑惑他们的行踪是如何被冰河谷知晓的。萧炎当即决定加快行程，搞定那头天毒蝎龙兽，因为只有帮天火尊者将躯体炼制出来，他们才会有一定的胜算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能看到这里了，给您来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了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